话说当时北海郡守孔融，他可是个出了名的大儒，没想到他却被一群叫黄巾军余党的贼寇给团团围住了，领头的还是个叫管亥的家伙。城内粮草快要耗尽，情况真是危急啊！孔融，城外贼兵势大，城中粮草将尽，该如何是好？谁能帮我突破重围，向外求援？太史慈，主公勿忧，我太史慈愿冒死冲阵，前往平原向刘玄德求援。只见勇猛的太史慈单枪匹马，冒着敌人的箭雨，奋力从包围圈中杀了出去。他一路上风尘仆仆，马不停蹄，一心只想着赶快找到刘备，为孔融搬来救兵。他知道这是北海唯一的希望。经过一番艰辛跋涉，太史慈终于赶到了平原郡，见到了刘备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跪在地上，哭着把北海的危急情况一五一十地禀报给刘备，恳请他能伸出援手。那场面真是闻者落泪啊！太史慈，恐北海深陷重围，百姓涂炭，恳请刘使君念及故人情谊，发兵相救。刘备，孔融与我素无往来，我实在没有发兵的理由啊。刘备听完虽然有些犹豫，觉得自己跟孔融没什么交情，但是张飞和关羽却被太史慈的赤胆忠心打动了，纷纷劝说刘备。刘备看着太史慈那恳切的眼神，最终还是决定救张飞。大哥，大丈夫行侠仗义，岂能见死不救？管他有没有交情。关羽，孔文举乃当世名士，若能相助，必得天下士人归心。刘备，既然如此，我等便发兵北海，解孔北海之围。一决定，刘备就立刻点齐了3000兵马，带着关羽和张飞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北海方向进发。他们的行军速度很快，士气高昂，就像一股正义的旋风，要将围困北海的黄巾贼扫荡一空。当刘备的援军抵达北海城外时，黄巾军的管亥还没反应过来。只见刘备军队排开阵势，一鼓作气地向黄巾军发起了猛烈冲击。一时间，战鼓雷鸣，喊杀声震天，黄巾贼顿时乱了阵脚。管亥，哪来的贼兵，竟敢坏我大事？给我上，杀光他们！刘备，将士们，围孔北海，为黎民百姓，杀贼！就在两军混战之际，只见张飞拍马冲入敌阵，势不可挡。他大喝一声，径直冲向管亥，两人战了数回合，最终张飞凭借无穷的勇力，一矛将管亥刺于马下。黄巾军见状，士气大跌。张飞，勿那贼将，受死！看我张飞取你狗命！管亥一死，黄巾军彻底失去了主心骨，顿时溃不成军，四散奔逃。北海城内的孔融见状，也率兵出城夹击，内外呼应。这下子，黄巾军彻底被击溃了，北海的围困终于解除。孔融，多谢刘使君援手，北海百姓才能脱离苦海。北海之围解除后，孔融设下盛宴，款待刘备一行人。他对刘备的恩义感激不尽，还想将北海让给刘备。但刘备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他婉拒了孔融的好意，表示自己还有要事在身。孔融，刘使君高义，在下无以为报，愿将北海让与阁下。刘备，孔公言重了，解明道玄乃吾辈本分，不敢居功，亦不敢受地。却说此时，曹操的父亲曹嵩在去兖州投奔曹操的路上，
经过徐州时，被陶谦部将谋财害命。曹操得知噩耗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是要为父报仇，洗劫徐州，报复陶谦。曹操，我父竟死于陶谦之手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谋士，主公息怒，当速点兵马，直取徐州，为太尉报仇雪恨。愤怒的曹操不再犹豫，立刻调集了大军，旌旗蔽日，兵锋直指徐州。他发誓要让陶谦和徐州城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一路上，士兵们士气如虹，杀气腾腾，整个大地都为之颤抖。徐州牧陶谦得知曹操大军来袭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知道自己不是曹操的对手，连忙派人向各路诸侯求援。他想起孔融曾受到刘备相救，于是派使者去北海，希望孔融能再次帮忙。陶谦，曹操来势汹汹，我徐州为矣，谁能去求援？使者，主公勿忧，我愿前往北海，向孔太守求助。孔融收到陶谦的求援信后，心里十分焦急。他想起刘备的仁义，知道只有刘备才能解此为难。于是，他立刻派别驾糜竺，带着厚礼，千里迢迢赶往平原郡，再次向刘备求助。孔融，糜别驾，此次徐州之围，唯刘玄德能解，万望你代我恳请。糜竺，主公放心，主定当不辱使命，说服刘玄德。糜竺来到平原，再次见到刘备，他极力陈述徐州百姓的无辜和陶谦的困境。他描绘了曹操屠城的可怕景象，声泪俱下地请求刘备出兵。他的话语充满真情，打动了在场所有人。糜竺，曹操残暴，徐州百姓危在旦夕，唯有刘使君能救万民于水火。刘备，陶谦与我素无瓜葛，如何贸然出兵，与曹操为敌？刘备面对糜竺的恳求，心里非常挣扎。一方面，他与陶谦无交情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不忍看徐州百姓受苦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以及对百姓的怜悯，刘备最终还是决定发兵徐州。刘备，罢了，百姓无辜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定当前往徐州，解明道玄。张飞，大哥决定就好，我们兄弟随你同去。刘备再次率领他的兄弟和军队，踏上了前往徐州的道路。这次，他们肩负着拯救无辜百姓的重任。队伍虽然不多，但每个人都充满了斗志，希望能赶在曹操屠城之前抵达徐州。就在曹操忙着攻打徐州的时候，他的谋士陈宫却背叛了他。陈宫说服了张邈，让张邈派人去请当时在兖州作乱的吕布。原来，陈宫看透曹操的残暴，决定引入外援，奇袭曹操老巢濮阳。陈宫，曹操不仁，正可乘虚而入。吕布将军神勇，可趁机夺取濮阳。张邈，此计甚妙，曹操必措手不及。吕布果然依计行事，趁着曹操大军远征徐州，对防御空虚的濮阳发动了猛烈攻击。他的军队如狼似虎，很快就攻陷了濮阳城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彻底打乱了曹操的复仇计划。吕布，哈哈哈！濮阳已入我手，曹操老巢已破。就在曹操准备对徐州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时候，突然有紧急快报传来，濮阳被吕布攻占了。曹操闻讯大惊失色，这可是他的根据地啊！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会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。曹操，什么？
濮阳失守，吕布匹夫，安敢如此？传令兵。主公，兖州告急，吕布已占濮阳，势不可挡。得知老巢被端，曹操顾不得徐州了，他只能气急败坏地率领大军撤离，回师救援濮阳。这下子，徐州和陶谦算是保住了。而刘备虽然没有直接与曹操交锋，却因为他的仁义之举，声名远播。陶谦，多谢刘使君，徐州百姓免遭涂炭，此恩此德，永生难忘。刘备，陶公言重了，救民于水火，乃吾辈之责也。话说曹操听到老父亲被陶谦部下杀害的噩耗，气得他七窍生烟，眼泪都流干了。他心想，子仇不报，枉为人子，马上就决定要挥兵南下，血洗徐州，为父亲报仇。曹操，陶谦老贼，竟敢害我父亲，子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众将，主公请息怒。我等愿为主公讨回公道。曹操大军很快就集结完毕，浩浩荡荡地朝徐州进发了。沿途旌旗蔽日，战鼓喧天，声势非常吓人。徐州百姓听到消息，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却说徐州牧陶谦得知曹操来势汹汹，吓得脸色发白。他本是个温和的人，不善战事，只好赶紧召集手下商议，想办法抵挡曹操的进攻，保住徐州城。陶谦，曹操来势汹汹，如何是好？诸位可有退敌之策？糜竺，主公勿忧，吾等定当竭力固守。曹操大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，惨不忍睹。徐州城外一片狼藉，哀嚎遍野，整个徐州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中。陶谦眼看情势危急，只好赶紧派人向周围的诸侯求援，希望能有援军赶来救他一命。他先后写信给袁绍和公孙瓒，希望他们能看在同盟的情谊上伸出援手。陶谦，快派人去袁绍、公孙瓒处求援，徐州危在旦夕。使者，遵命，小人这就出发。徐州使者辗转来到北海，求见孔融。孔融一看信，得知陶谦被曹操围攻，心里也很是不忍。他觉得自己一人之力不足以抵抗曹操，于是想起了住在平原的刘备。孔融，陶谦老弟身陷困境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孔融，吾一人之力不足，不如去请刘玄德相助。孔融带着使者亲自去平原拜访刘备。他一见到刘备，就开门见山地说明了陶谦的困境，恳求刘备能出兵相救。刘备听了，虽然心有不忍，但因为兵力不多，有些犹豫。孔融，玄德公仁义无双，徐州百姓正等您去解救啊。刘备，我兵为将寡，恐难敌曹操大军，容我再思量。经过孔融一番劝说，刘备终于答应出兵。他带着关羽、张飞和他的数千兵马，浩浩荡荡地赶往徐州。没想到，他们在中途就和曹操的大军遭遇了一场大战，在所难免。张飞，大哥，曹操小儿竟敢如此，看俺老张去会会他。关羽，三弟莫急，且听大哥号令。曹操见到刘备的军队，冷笑一声，派出大将迎战。张飞性急，当即挺枪出马，
与曹军大将展开激战。关羽也随后加入，兄弟两人配合默契，杀得曹军连连后退。曹操、黄口小儿也赶来阻我大军。张飞、曹贼休得猖狂，吃俺一毛。刘备不愿看到生灵涂炭，于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曹操，劝他以大局为重，停止攻击徐州。他希望曹操能放下私仇，想想天下百姓，给徐州一条生路。刘备、曹将军，天下大乱，百姓疾苦，何不暂息干戈？刘备、徐州百姓无辜，请将军三思啊！曹操接到刘备的信，读完后哈哈大笑，觉得刘备简直是妇人之仁，不识时务。他毫不客气地回绝了刘备的请求，是要攻下徐州，为父报仇，谁也挡不住。曹操、刘备小儿，妇人之仁，我报父仇，谁敢阻拦？曹操传我军令，继续攻城，务必拿下徐州。刘备虽然无法劝退曹操，但他率领的军队却暂时缓解了徐州的困境。陶谦得知刘备仗义相助，感激涕零。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，身染重病，于是决定将徐州让给刘备。陶谦、玄德功高义，救我徐州，老夫无以为报。陶谦、我已病入膏肓，愿将徐州让与贤德。刘备听了陶谦的话，吓了一跳，连忙推辞。他觉得自己德行不够，而且也不愿趁人之危接管他人的地盘。这种以德服人的作风，让在场的徐州官员都非常感动。刘备、使不得，我何德何能，怎敢领此重任？刘备、此乃趁人之危，非我所愿也。陶谦见刘备坚决推辞，不死心，第二次又恳切地请他接手徐州。他告诉刘备，这是为了徐州百姓的安宁，希望他能以天下苍生为念，不要再推辞了。陶谦、玄德公，老夫真心相让，为徐州百姓啊。刘备、将军休要再言，我实难领受此等重职。正当曹操一心一意要攻打徐州时，却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原来是曹操的部下张邈、陈宫等人，不满曹操的残暴行为，私下联络吕布，想趁机夺取曹操的老巢兖州。陈宫、曹操倒行逆施，民怨沸腾，正是除掉他的好时机。张邈、吕布骁勇善战，若能与之联手，大事可成。吕布本就在四处流浪，没有安身之处，一听到有人愿意帮他夺取地盘，马上就答应了。他带着大军，趁着曹操远征徐州，防备空虚之际，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兖州。吕布，哈哈，陈公此计甚妙，兖州是我的了。吕布，曹操老巢空虚，正是天赐良机。正当曹操准备对徐州发起最后一击时，忽然探马飞报，原来兖州被吕布给偷袭了。曹操一听，气得差点吐血，没想到自己后方竟然起了火，必须赶紧回去救援。探子报：兖州告急，吕布已攻陷城池，夏侯将军为急。曹操：什么？吕布这厮竟敢偷袭我后方，气煞我也！后院起火，曹操顾不得徐州了，只好下令全军撤退，赶回兖州去对付吕布。他这次复仇行动功亏一篑，让徐州暂时逃过一劫，但他也因此记恨上了吕布。曹操、吕布鼠辈，竟敢趁虚而入，众将听令，速回兖州。众将遵命。曹操大军一撤，
徐州城外的围困终于解除，百姓们劫后余生，喜极而泣，纷纷感谢刘备的到来。整个徐州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只不过城外依然留下战争的痕迹。百姓多谢刘将军，若非将军，我等早已丧命。刘备各位乡亲，曹操已退，大家可以安心了。陶谦见徐州解围，再次感激刘备，第3次向他恳求接管徐州。这次他甚至拿出徐州印绶，表示诚意。刘备实在推辞不过，只好暂时答应，替陶谦代管徐州。陶谦，玄德公，老夫心意已决，请务必收下印绶。刘备，既如此，我便暂代将军管理，待将军病愈再还。话说在长安城里，李傕和郭汜这俩军阀虽然一时联手，但时间久了，矛盾就来了。没想到挑拨离间的竟然是他们的太太们。李傕的太太疑心重，老是觉得郭汜想害他们家，这下可糟了。李傕之妻，夫君，妾总觉得郭汜不怀好意，他恐怕想害你。李傕，夫人多虑了，他是我兄弟。李傕的太太不断在耳边吹风，让李傕也开始怀疑郭汜。这事很快就传到了郭汜那边，没想到郭汜的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听说李傕怀疑自己，立刻跟丈夫抱怨，两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。郭汜之妻，夫君，听说李傕怀疑你要害他，太过分了。郭汜，什么？他竟敢这么想我？话说这两个军阀斗来斗去，最倒霉的还是汉献帝。他被困在长安，每天都提心吊胆，看着两大势力剑拔弩张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整个皇宫和百姓都要遭殃，真是叫天天不应。汉献帝，哎，这长安城何时才能有太平日子啦？伏皇后，陛下，妾好害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李傕觉得郭汜肯定要先发制人，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带着兵马，突然就闯进了皇宫，把汉献帝给挟持了起来。整个皇宫乱成一团，文武百官都吓得不知所措。李傕，陛下请恕罪，属下只是为了保护您。汉献帝，你想做什么？郭汜听到李傕挟持了皇帝，气得牙痒痒。他也立刻派兵把城中几个重要的朝廷官员给抓了起来，作为对李傕的回应。这下好了，两边手上都有了筹码，冲突一触即发。郭汜，李傕小儿，竟敢挟持天子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被捕官员，郭将军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长安城里气氛越来越紧张，终于李傕和郭汜的小股部队开始互相攻击了。街头巷尾传来零星的喊杀声，百姓们吓得紧闭门户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汉献帝看着城中混乱，心急如焚。他想尽办法派人去劝说李傕和郭汜，求他们以天下苍生为重，赶快停止内斗。没想到这两位军阀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，直接拒绝了。汉献帝，快去告诉他们，停止这无谓的杀戮。使者，陛下，两位将军不肯听从，还说要战到底。劝说无果，李傕和郭汜的矛盾彻底爆发，两边的军队开始在长安城内展开大规模的激战。刀光剑影，
喊杀声震天，整个皇宫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，感觉随时会被战火吞噬。福皇后，陛下，快躲起来，外面太危险了。汉献帝，朕心系天下，怎能独自偷生？眼看战火越来越近，汉献帝和福皇后身边的忠臣董承、杨凤等人心急如焚。他们知道，再这样下去，皇帝和皇后性命不保。于是，一个大胆的逃跑计划在他们心中悄悄萌芽。董承，陛下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，我们必须想办法。杨凤，时机或许就在混乱之中。董承和杨凤趁着战乱，秘密与汉献帝商议。他们决定利用李傕和郭汜交战最激烈的时候，趁乱带着皇帝冲出长安。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，但也是唯一的生路。汉献帝，若能逃出升天，朕永不忘诸位忠义。董承，陛下，我们定当竭尽全力护您周全。终于等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李傕和郭汜打得不可开交。只见汉献帝在董承、杨凤等人的拼死护卫下，趁着夜色和混乱，冒着箭雨，从长安城的一个角落冲了出去。汉献帝，快，不要停下！杨凤，保护陛下，冲出去！没想到，皇帝逃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傕和郭汜耳中。这下可好，他们俩顾不得内斗了，立刻联手，派出了大批人马，朝着皇帝逃跑的方向疯狂追赶，是要把皇帝抓回来。李傕，可恶，皇帝竟然跑了！郭汜，追，一定要把他追回来！皇帝一行人逃出长安，却没有丝毫松懈。他们在荒郊野外艰难跋涉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许多宫女和太监都累倒了。汉献帝看到这一切，心如刀割，却也无能为力。汉献帝，众卿辛苦了，再忍忍，前面就是希望。宫女，陛下，奴婢实在走不动了。杨凤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卫队，在队伍后方奋力抵抗追兵。他深知，一旦防线被突破，皇帝就会再次落入李傕、郭汜之手。一场又一场的阻击战，让他的将士们疲惫不堪。杨凤，将士们，死守阵地，绝不能让他们追上。将士，将军放心，我等誓死保护陛下。另一方面，董承则在前方努力寻找补给。他跑遍了附近的村庄，想方设法为皇帝和百官找来食物和饮水。尽管困难重重，他还是咬牙坚持，为队伍维持着一线生机。董承，大家坚持住，前面一定能找到吃的。村民，这位大人，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余粮了。经过一番艰难跋涉，皇帝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弘农。这里虽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，但至少有了个喘息的机会。他们终于可以暂时休息，补充一下体力，但是危机依然没有解除。汉献帝，终于到了弘农，大家暂且歇息吧。董承，陛下，此地虽暂时安全，仍不可大意。没想到，刚松了一口气，李傕和郭汜的追兵又赶上来了。他们就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不依不饶地发动了又一轮攻击。皇帝和他的护卫们再次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。杨凤，追兵又来了，准备迎战。汉献帝，何时才能摆脱这些贼子？尽管身心俱疲，汉献帝却始终没有放弃。他知道自己是国家的象征，
必须坚持下去。他走出简陋的行宫，亲自慰问百姓和将士，用自己的坚韧鼓舞着所有人，希望能看到一丝希望。汉献帝，朕与各位同甘共苦，汉室必将复兴。百姓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就在皇帝和百官绝望之际，一道曙光出现了。曹操听闻皇帝的困境，派出了谋士满宠，带着粮草和军队前来护驾。满宠的到来，就像雪中送炭，让大家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满宠奉丞相之命，特来迎驾。汉献帝，爱卿远道而来，朕心甚慰。有了曹操的支持，李傕和郭汜的追击终于受到了阻碍。汉献帝虽然还没完全脱离困境，但至少暂时安全了。他知道前往洛阳的路依然漫长，但至少他看到了一线复兴的曙光。汉献帝，长安之乱已过，洛阳尚远，但汉室必兴。董承，陛下圣明，吾等必将护送您抵达京城。曹操终于掌握了汉献帝，把皇帝从乱军中救出来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他觉得现在是时候把朝廷带回正轨了，虽然这条路还很长。献帝，爱卿辛苦了，朕总算能有个安稳的地方吗？曹操，陛下莫忧，臣定当竭力辅佐。没想到宫里的董承和将军杨凤、韩先这些人看曹操势力越来越大，心里头开始犯嘀咕。他们偷偷摸摸地商量着，想找个机会把曹操除掉。董承，曹贼势大，迟早架空陛下，我们得想办法。杨凤，正是，不能任由他独揽大权。话说曹操也知道有人不服他，但他心机深沉，假装要带着皇帝往东走，想把那些潜在的敌人引出来，看看谁会跳出来反对。曹操传令下去，明日启程，目标洛阳以东。谋士，主公英明，此计必能引蛇出洞。果然不出曹操所料，杨凤和韩先看到皇帝车驾动了，以为有机可乘，就带着兵马杀了出来，想要阻拦皇帝的去路，顺便给曹操一个下马威。杨凤，曹操小儿，休想独吞天下。韩先，今日便教你知我等厉害。只见曹操麾下猛将许褚，那可真是个虎将，一看到杨凤冲过来，二话不说就提刀迎上去了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打的是不可开交，尘土飞扬。许褚，鼠辈敢犯上，看我虎痴之威。杨凤，好个猛将，竟敢阻我！曹操看到韩先在一旁观望，心生一计。他派人去跟韩先说，只要他归顺，高官厚禄少不了。韩先这人嘛，看重利益，很快就被说动了，马上就倒戈了。曹操使者，韩将军何不弃暗投明？主公许你重赏。韩先，此话当真？这些日子皇帝过得实在太苦了，东奔西跑，朝不保夕。他看着战乱不休，不禁对曹操说，希望能够有个安稳的地方，让百姓也能过上太平日子。献帝，爱卿，朕只想有个安稳之所，百姓亦然。曹操，陛下所言甚是，臣亦有此意。话说曹操听到皇帝心声，也明白定都的重要性。他的谋士荀彧是个极有远见的人，
这时候就站出来，建议曹操把都城迁到许昌，说那里地势好，适合发展。荀彧，主公，许昌乃是帝王之都，可号令天下。曹操，文若之言，正合我意。于是曹操便护送着汉献帝，浩浩荡荡地往许昌去了。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，一路上他们穿越山川河流，所有人都对新都城充满了期待。抵达许昌后，大家总算是安顿下来了。汉献帝在这里建立朝廷，曹操也趁机掌握了更多权力，开始实施他的政治抱负。许昌一时成为了政治中心。曹操，陛下安顿，国事日渐平稳，此乃我等之福。献帝，有劳曹丞相费心了。却说远在徐州的吕布，虽然占据了一方地盘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他武艺超群，却少谋略，经常为一些小事犯愁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吕布，哀，这徐州虽好，却也无趣，我该如何是好？陈宫，将军莫急，且观天下大势。这时候，南方的袁术野心勃勃，想拉拢吕布。他派人到徐州提亲，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吕布的女儿，以为这样就能和吕布结成亲家，共同对抗曹操。袁术使者，我家主公愿与吕将军结为儿女亲家，共图大事。吕布，哦，袁公路有此心意。吕布的谋士陈规是个老谋深算的长者，他看穿了袁术的狡猾，劝吕布千万不能答应这门亲事，说袁术那个人靠不住，结盟只会引狼入室。陈规，将军万万不可，袁术乃是狼子野心，不值得信赖。吕布，先生言之有理。听了陈规的劝告，吕布觉得很有道理，就一口回绝了袁术的提亲。他还派人带着礼物去许昌，想向曹操示好，表示愿意与曹操结盟。吕布，袁术此意，我不应也，速遣人前往许昌，向曹公修好。没想到袁术得知吕布拒绝提亲，还跑去跟曹操示好，气得七窍生烟。他大骂吕布反复无常，立刻点齐兵马，是要攻打徐州，给吕布一个教训。袁术，吕布匹夫，安敢入我？来人，点兵，我要亲自讨伐此贼。吕布这边听说袁术要来打，心里有点慌。这时候，陈规的儿子陈登年轻却很有智谋，他向吕布献了一计，说只要这样做，保证能让袁术吃大亏。陈登，将军莫忧，袁术易取也，吾有一计，可令其自乱阵脚。吕布，哦，快说来听听。话说袁术的大军声势浩大，浩浩荡荡地朝徐州进发，战鼓声震天，旌旗蔽日，看上去来势汹汹，仿佛要将徐州夷为平地。吕布得了陈登的计策，也不慌张，他亲自登上城楼，指挥士兵们加固城防，严阵以待。徐州城里城外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。吕布，将士们，守住城池，绝不可让袁术越雷池一步。战事一触即发，没想到陈登的计策这么管用。袁术麾下的一些将领，像雷伯、陈兰他们，本来就对袁术不满，被陈登一挑拨，果然在阵前就掉头跑了。雷伯，袁术无道，我等不愿为其卖命。陈兰，撤。没想到大军还没真正开打，袁术就先乱了阵脚。他的将领们纷纷背叛，导致他军心涣散，
最后只能狼狈地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寿春，吕布则暂时保住了徐州。吕布，哈哈，袁术鼠辈，不堪一击。陈登，恭喜将军大获全胜。话说当年孙坚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遗志。他年轻有为，立志要在乱世中闯出一番天地。这时候的他雄心勃勃，准备在江东大展拳脚，为父亲报仇，也为自己开创基业。孙策，我父亲的仇不能不报，江东之地定要在我手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。孙策开始招兵买马，许多英雄好汉都慕名而来，准备追随这位年轻的将军。他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和领导力，很快就组建起了一支精锐部队，士气高昂，准备向江东进发。周瑜，伯服，你真乃人中龙凤，我们兄弟定当助你成就大业。孙策，公瑾，得你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江东定当归我所有。却说当时扬州刺史刘繇占据着吴郡一带，但他为人平庸，能力不足，手下将士也多是乌合之众，当地百姓对他多有不满，他的统治摇摇欲坠。谋士甲，主公，孙策兵锋正盛，我们不可不防啊。刘繇，哼，不过是个黄口小儿，何足挂齿？他能奈我何？尽管刘繇不以为意，但他的手下还是有明白人。为了抵御孙策的进攻，他最终还是决定派遣麾下猛将太史慈出城迎战。太史慈可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勇猛无双。刘繇，太史慈，此番能否保住吴郡，就全看你了。太史慈，主公放心，慈虽不才，愿与孙策一战，誓死保卫吴郡。太史慈，字子义，他生得威风凛凛，臂力过人，剑术更是百步穿杨。他虽然暂时投靠刘繇，但心里其实更敬佩真正的英雄。这一次出征，他怀着复杂的心情，准备面对年轻的孙策。太史慈，闻说孙伯符乃江东小霸王，今日便要会一会他，看看他有何本事。只见孙策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，旌旗蔽日，鼓声震天。他们士气如虹，一路势如破竹。很快，两军的前锋就在吴郡城外遭遇了一场激烈的交锋，即将拉开序幕。孙策军士兵，杀啊！活捉刘繇，拿下吴郡。刘繇军士兵，抵挡住他们，绝不能让孙策前进一步。就在两军混战之际，孙策策马冲出阵来，他身披铠甲，手持长枪，英姿勃发。而对面太史慈也毫不示弱，骑着骏马，提着长戟，迎了上去。这两位英雄即将正面对决。孙策，来将何人？报上名来，我不杀无名之辈。太史慈，我乃东来太史慈也。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儿，敢来送死！只听一声怒吼，两人便冲杀在一起。孙策的长枪和太史慈的长戟在空中碰撞出耀眼的火花，他们你来我往，招招不离要害，周围的士兵都看得目瞪口呆，不敢上前。孙策，好一个太史慈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有两下子。太史慈，孙伯符，你这小霸王也不是浪得虚名，武艺不凡。这场单挑真是惊心动魄，
两人从马上打到马下，又从城外打到城门。你刺我一枪，我挡你一戟，你来我往，杀得难解难分。一旁的士兵们都看呆了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旁白：这一战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眼看两人打了上百回合，依然胜负未分。孙策越打越是欣赏太史慈的勇猛，太史慈也对孙策的年轻气盛和高超武艺感到惊讶，他们都不禁在心里佩服起对方来。孙策：想不到世间竟有如此猛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凡。太史慈：此子气度不凡，武艺高强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正当两人打得兴起之时，远处突然传来阵阵鼓声和喊杀声。原来是各自的援军赶到了，将两人硬生生拉开。这场世纪之战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，真是可惜。孙策军：主公休战，援军已到。刘繇军：将军驻守，大军来了。虽然单挑被打断，但孙策和太史慈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英雄气概。孙策回到营帐后，对太史慈赞不绝口，心里暗自盘算着如何将这位猛将纳入麾下。他知道，这才是他成就霸业的关键。孙策：太史慈真乃天下之勇士，若能为我所用，何愁霸业不成？周瑜：伯服英明，此等人才，定不能错过。暂时放下太史慈的事，孙策的目光转向了盘踞在会稽郡的另一股势力——山贼首领严白虎。严白虎虽然势大，但为人粗鄙，鱼肉百姓。孙策决定先将他铲除，以稳固江东局势。孙策：严白虎盘踞会稽，祸害一方，当先讨之。严白虎自称白虎将军，手下有数万人马，仗着山势险峻，常常出没劫掠。他虽然骁勇善战，但缺乏谋略，对百姓更是凶残无比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土匪头子。严白虎：哈哈，孙策小儿想来惹我，让他又来无回。手下：大王英明，定能将孙策击溃。面对严白虎的顽抗，孙策并没有硬碰硬，他利用计谋，先是假装撤退，诱敌深入，然后再设下埋伏，将严白虎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展现出了他过人的军事才能。孙策：严白虎有勇无谋，此乃取胜之机也。最终，严白虎大败，仓皇逃窜，会稽郡也落入了孙策之手。这一战不仅稳固了孙策在江东的基础，也让他的威名更加远播。百姓们闻讯奔走相告，对这位年轻的将军充满了期待。百姓：孙将军真是我们的救星啊！会稽有救了。孙策：今日起，会稽百姓安居乐业，再无匪患。平定会稽后，孙策想起了太史慈，他知道太史慈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不应该埋没于刘繇这样的主公手下。于是，他派人带着书信去邀请太史慈前来投奔，语气中充满了真诚和惜才之心。孙策：太史慈乃英雄也，愿与之共谋大事，勿使其屈居人下。话说太史慈这边，自从上次大战后，他对刘繇的无能更加不满。当他收到孙策的邀请信时，心里更是百感交集。他知道孙策才是真正值得追随的明主，但又顾虑着旧日情谊。太史慈：刘繇昏庸无能，难成大事，孙策却是少年英杰，我该如何抉择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
太史慈最终决定离开刘繇，投奔孙策。他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也相信孙策的潜力。这个决定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，也将为孙策的霸业增添一位得力猛将。太史慈，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择民主而事。孙伯符，我来了。当太史慈来到孙策营中时，孙策亲自出营，握住他的手，热情地说道：“子义来了，我霸业可成矣。”这一番真诚的欢迎让太史慈感动不已，从此死心塌地追随孙策，成为江东的一员虎将。孙策，子义能来，我如得一臂膀，吾霸业可成矣。太史慈，蒙主公不弃，辞愿效犬马之劳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